中美国防部长面对面，中国强调不惜一战，美国为何急着要建立热线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断了2年之久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从6月10日起，连续3天在新加坡举行。此次大会最大的看点是中美国防部长之间的交锋。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坦诚可以理解为各说各话，积极是双方都有沟通的需要，而富有建设性的成果，说明双方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不仅仅只有争吵。如果我们细品中美两国防长的会谈，还可以看到双方关注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国更关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而美国呢，则聚焦于与中国建立防务热线，以避免误判。魏凤和在会谈中重申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并明确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要注意，当着美国军方最高层人士的面说不惜一战，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做好了与美军来一场硬碰硬。不惜代价是在向外界宣示了中国军队的坚定意志，也证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那么奥斯汀在这次会谈中，除了强调美方支持一个中国，反对改变台海现状这些搪塞式的口号外，其重点是讨论了关于有必要负责任的管控竞争和维持沟通顺畅的事宜。奥斯汀强调解放军参与实质性对话，以改善危机沟通及降低战略风险的重要性。一名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说，这次会晤的部分计划是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这意味着美国国防部长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目前双方达成的共识是，两军应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通过这些对话，我们不难看出中美两军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双方态度的变化，也能从细节中看出中美两军竞争的态势。首先，美国想要继续打压中国，又想维持与中国的斗而不破的状态，这也是美国想与中国建立更多军事热线的原因之一。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从来不去美国家门口挑衅，也不怕美国在中国的家门口挑衅。如果这样的沟通渠道顺畅了，在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行动和中国的反制行动增多的情况下，双方就有可能通过协调沟通建立起防止发生冲突的规则。其次，美国军队在与中国对抗的问题上正在变得力不从心，其国防部长讲话的底气源自于美军的实力。美国在印太地区应对解放军的崛起正在失去军事和技术优势，还面临着后勤保障距离太远这个战略劣势，再加上美国军费增加速度现在赶不上通胀的速度，还面临着军工生产的供应链危机，从而导致美军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也开始落后于中国。最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战略是改变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美国对付中国的套路也在发生变化。美军想要进行更多的沟通，除了为自己，也需要考虑自己的一帮小兄弟，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活动的国家。在美军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们正积极地鼓动一些盟友加强在中国周边的活动，而这些国家往往与中国没有签订军事行为准则，发生冲突的几率更高。总体来看，中美国防部长对两国关系的看法有共同点，也有侧重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打造围堵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是美国的目标，而双方的共同点则是避免军事冲突。可以说，中美防长会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台湾地区当局需要搞明白美国政府目前的处境
和不得不调整的对台策略，搞明白中国大陆对台海问题的严正立场，以及所持强硬态度的底气之所在，就应该认清自己未来的前途和出路在大陆而非美国。如果一意孤行，不知悔改，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